刚刚这些电影你有看过吗？这些堪称迷因的经典片段全部都来自于上个世纪的港片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，30年前香港的电影超爆红，但现在却好像很少看到新的作品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港片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。在网络串流平台盛行之前呢，很多人都是靠着电视陪伴长大。我们小时候电影台很常播港片，有些电影重播率太高，甚至还有民众呢会打电话检举抗议。不过对很多人来说，就算有的电影已经看过很多次，每次重播呢都忍不住还是会停下来多看几眼。对于电影台而言呢，港片几乎可以说是收视的保证。那除了娱乐价值以外，无论是在艺术价值啊，或是产业实力上面，当年港片都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指标。张国荣主演的《霸王别姬》被誉为是世界100大不朽电影，很多电影制作团队呢也会仿效港片，把动作指导啊、武术指导独立出来。在21世纪之前呢，港片实力强盛，如果找10个人说出他心中的代表作，我们可能会得到10个不同的答案。但最近20年呢，我们却好像很难说出很多知名的港片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香港电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会觉得手洗碗盘和餐具又麻烦又费时吗？今天要介绍一款洗碗神器——英国 Capsule 胶囊洗碗机。它拥有双层旋转水柱、360度深度洗净，总共6种清洗模式，还有烘干和 UV 杀菌功能，最快只需要15分钟，就算是隔夜咖喱也能够清洁溜溜。而这台的机身呢，更刻意的设计的更窄更高，不只省下了50% 的摆放面积，还维持大容量，最多23件餐具都不是问题。只要摆好倒水就能够立刻开机洗碗，就算是租屋族或者是小家庭也不用担心空间和安装的问题。如果你也觉得这款产品很吸引你，现在购买呢还有超早鸟5·1折的优惠，则购买再享1年的保固。马上点击资讯栏连结去看看吧。这10年，香港每年平均产出大概23部电影，票房大部分都没有超过1亿港币。但是在1980、1990年代，香港每年平均可以产出将近300部电影，是全球第2大的电影产业基地。而到了1992年，全球总票房甚至高达了12亿港币。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，香港就是亚洲娱乐的领导者，因为很多东南亚地区都跟香港一样，曾经被英国殖民，所以发展比较强的香港电影跟人才就大量的输出到东南亚各国。而在台湾，香港电影也是超夯，像是1963年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上映的时候，首轮竟然连续播映了超过2个月，票房收入超过新台币900万，是当时的史上纪录。而饰演梁山伯的凌波呢，来台领金马奖的时候，还有超过20万名的观众涌上街头迎接。就连现在娱乐产业实力强悍的韩国，也曾经吹起港流。在1990年代，几乎每周呢都2部新的港片在韩国电影院上映，让不少韩国人都去香港玩学香港话。之前韩国举办100大影星评选，张国荣获选为海外影星第1名。现在很多韩国的这个警匪片啊、动作片、赌博片也深受当年港片的影响。当年港片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强？接下来呢，我们会从人才、制作工艺、投资方式等等方面来讨论。首先呢，在人才上呢，由于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，香港局势都相对平稳，所以有很多的人呢都跑到了香港避难，其中就包含了电影从业者，例如香港10大导演当中的莫康石啊、冯志刚，还有被誉为香港影剧先锋的卢敦，都是当时逃到香港的导演或演员。而在50、60年代，当大多数的香港电影公司都还在用手工剪片啊、拍片的时候，邵氏公司呢就引进了流水线、片场的规格，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邵氏戏院，从制作到销售一条龙，让他们要效率有效率，要品质有品质，还可以投更多的钱去大制作的电影。但邵氏电影看久了呢，观众也开始看腻。这个时候，嘉禾电影公司引进了好莱坞的电影特效，并且尝试街景实拍以及追求写实感，让香港影业走入专业化，出现了动作指导啊、美术指导、剪接、特技效果、特技化妆等等的专项职业。而另外，嘉禾呢在香港开启了独立制片的投资模式。这种模式呢，把制作跟投资分开，一边专心出钱制作，一边专心创作，刺激了香港电影更加蓬勃，也吸引到了影圈外的投资者。但微妙的是，1990年代香港电影达到巅峰之后，短时间内就开始走下坡。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香
香港电影由盛转衰的原因呢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有影评人认为这是因为香港政府没有推出长远的政策规划，包含文化推广啊、维护，也没有就产业的制作或投资制定透明的规范。而香港官方的分析就认为这跟内外环境局势都有关系。首先在内部的部分，官方认为这是因为太多人抢着拍电影，但品质参差不齐，让港片在国际市场上面失去了竞争力。而且1990年代末期盗版猖獗，全球也陷入经济危机，香港电影的收益大受打击导致产业的人才纷纷外流，放弃拍电影。不过在香港电影从业人士的眼里面呢，他们有另外一套解释，这可能跟黑道有关。有不少演员表示他们在街头拍摄的时候呢，曾被黑帮索取保护费。有从业的人士还透露，香港黑帮保护费收着收着呢，发现原来拍电影这么好赚，所以自己就跳进了电影产业。他们有的会砸重金聘请知名演员，导致这个港星的片酬不断的飙烧。但他们为了赚钱呢，又必须要缩减成本，只好降低其他地方的制作费。而有的黑帮公司呢，一开始就无心创作，干脆随便乱拍，或直接把帮派生活搬上大荧幕。有的甚至还成立空头公司、卫星公司来帮忙洗钱。那当这些黑帮被政府扫黑，势力越来越小之后，香港电影的运作也就越来越难支撑。到了1999年，港片的票房只剩下3亿港币。而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现在香港电影呢之所以会几乎一蹶不振，也跟中国脱离不了关系。但其实一开始很多人曾经以为中国会是拯救香港电影产业的曙光。刚刚我们说到港片在海外的收益缩减，而且呢，过去因为法规的关系，港片被中国人视为外国电影，要输出中国的话呢，会受到进口配额的限制。那这个限制被打破之后，港片就可以直接被当成中国片，能够吃到中国13亿人的市场，对产业来说非常有吸引力。同时，为了开拓中国市场，甚至跟好莱坞竞争，中港合拍片的制作经费也不断攀升。2003年平均只有4300万港币，到了2010年就暴增了好几倍，变成了1亿4700多万。在巨大的市场跟经费吸引之下呢，许多香港导演纷纷北漂，例如徐克周星驰、王晶、王家卫、陈可辛等人都陆续的在中国开拍。不过从结局来看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后来香港电影并没有成功的重振雄风，而且这些中港合拍片的全球票房呢，甚至逐年的降低。从数据来看，香港电影没有成功的打回国际，整个产业还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。2016年，港片在中国内地的这个总票房呢，甚至逼近了120亿人民币。而这样子的依赖呢，也对整个产业造成了很多不同的影响。有香港影评人表示为了迎合中国市场呢，越来越多的香港元素，比如像是粤语香港街景等等，已经逐渐在电影画面里面消失。会留在香港拍摄上映的电影类型呢，多半是黄、赌、鬼，也就是情欲片赌博片还有鬼片。但当中国观众对于相似题材的电影逐渐疲乏之后，中港合拍片的票房自然就开始衰落，收益也纷纷的跌破100亿人民币。那这个时候，为了更加符合中国市场、符合官方的电影审查标准，越来越多人选择拍摄歌颂大中国思想的主旋律大片，或是比较能够保证回本的套路剧情片。2018年，中国又成立了国家电影局，再度的提高审查力度，又对于原本相对自由的香港电影中港合拍片带来更严峻考验。而对于港片什么时候能够在一起，越来越多专家的评估呢，都认为答案可能很悲观。在进入观点以前呢，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季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，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，让重要议题被更多人看见，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。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，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，成为我们的会员，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。好的，那话说回来其实长期以来呢，一直都很多人想要透过各种方式复兴香港的电影产业。比如港府就曾经提供香港电影发展基金，资助香港电影拍摄，并且执行薪火相传计划，透过类似师徒传承的方式，让资深的导演带领新晋导演一同拍摄。但从2007至2023年的12月为止香港电影发展基金总共才资助了62部的电影，其中更有几部电影呢，在获得超过200万元的补助之后，票房只有数百数千元。有很多年轻的香港导演也试着呢，在小资本的限制之下拍摄香港社会题材，带大家走进香港草根人物的日常，看见动荡的香港局势。比如2015年首映的10年呢，几乎准确的预言了10年之后香港的社会状况。2021年首映的《时代革命》记录反送中运动第一线的珍贵画面，但很可惜的是，香港电影在海外的票房普遍都还是不好，《时代革命》甚至没有办法在香港本地播放。那么回想起自己小时候那些看着港片的快乐回忆，真的是感觉非常难过。
以前香港是亚洲娱乐文化的重镇，全球第2大的电影基地，但现在不只是被其他国家超越而且还变成了我们最不熟悉的模样。整个研究下来，我们认为香港电影几乎一蹶不振的原因，主要还是中国因素。早在1997年之前，香港电影就开始逐渐走下坡，而中国的市场依赖跟审查制度，就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甚至让整个产业的未来看起来更加的迷茫。不过，我们猜测，在串流平台越来越兴盛的今天，或许香港创作者们还是有机会绕过审查机制，得到经费，让全球再度看到精彩的香港作品。愿荣光归香港，也希望那一天可以早日回来。最后呢，来问问大家，你心中最经典的香港电影是哪一部呢？绝对是赌神系列哦，它好像永远对着你笑，笑得你心里发寒。比王家卫的《重庆森林》，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呢，我希望是1万年，这应该是无间道，但我好像只记得 CD Pro 2。其他留言分享你最爱的经典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港片的发展。此外呢，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也有一个好莱坞以及中国主旋律电影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